我们老板当着很多人的面给了我2耳光。为什么？因为我提意见。你提了什么意见？当时原话是怎么说的？那天郑总到我们办公室，又要让我们加班。周警官，你不知道，我们公司从来没有节假日，连周末都是加班的状态。我就跟郑总说，郑总，我能不能给你提个意见呀？公司应该有奖励制度，节假日和周末加班应该有加班费，不然就算加班，大家也是出工不出力。没想到郑总跟我说，你要是不想加班可以走人啊。我就跟郑总说，你怎么不讲道理啊？没想到他上来就给了我2耳光。郑总是哪个郑？关尔正，郑春光，春天的春，光明的光。哦，老宋，你叫上老王，给尹婷婷做一个笔录。好的。谢谢周警官。啊，没事儿。郑总啊，你让我怎么说你？你一个大老板，怎么会那么冲动啊？当着许多员工的面，打了小尹2个耳光。你把她当你们家丫鬟了？周主任，我呢给你解释过了，他呢当着那么多员工的面，公开顶撞我，下不来台。怎么叫公开顶撞呢？你让工人节假日、周末加班，还不给加班费，这本身就是错误的。他提了个建议，希望你建立合理的奖励制度，不对吗？他要是不想加班，那就辞职，没有人逼着他在公司上班。郑总，你这个态度不好啊！在你公司上班就得任凭你随便使用，你每天让他们干20个小时，他们也不能有意见。作为老总，你应该对劳动法很熟悉吧？劳动法的第44条，你应该很清楚吧？周主任，我呢还有事儿，咱们长话短说，你就说这事儿怎么办？你急着要走啊？你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处罚法，按规定是要进行处罚的。我们现在是尽量给你调解，可调解的前提是，你得向小尹赔礼道歉。向他道歉，门儿都没有。如果呢，你现在要处罚我，随便怎么处罚，不处罚是吧？我走了。郑总，你打小尹的时候，小尹本来是可以选择打110报警的，但是他没有，他选择来找我们，希望我们进行调解。如果你还是这种态度，那我们就走法律程序了。随便。周警官，哎，怎么了？郑总把我开除了。这样，我现在就带你到派出所接警大厅报警。报完警之后，你回去把你跟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拿来。实在不行，我帮你打这场官司。谢谢。老周啊，这份劳动合同不正规，上面没有明确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雇员工。很显然，这个郑总他是想钻法律的空子，但实际上他又不懂法律。即便合同上没有写明解雇员工应当如何赔偿，但是劳动仲裁时呢，法院会
根据劳动合同法，充分考虑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不是一定按照这份合同来判定的。哦，那以你的经验，这案子会怎么判？我初步判断，如果起诉的话，这个郑总呢需要支付小尹10万左右的经济赔偿，而且根据宁州市的有关规定，郑总的企业会被列入没有信誉的黑名单，对于他们企业的长远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这么严重啊？这官司需要多长时间？快的话个把月，慢的话半年以上吧。还得找一找郑春光这个法盲啊。调解不是万能的，对于郑总这样的人，咱们要做好两手准备。我的意见是，先传唤他，叫上咱们调解团的法官和律师，跟他摆事实、讲道理，让他明白他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他可以不相信我，但是连法官和律师都这么说，他就不得不好好考虑了。如果他还不肯悔改，那咱们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哎呀，他这种人就没必要跟他谈，就应该直接拘留。我还是同意老周的看法，先约谈他，还是再给他一次机会吧。这次调解除了我以外，还请来了退休法官吴庆光，还有霍春律师。你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咨询他们，他们可以现场作为解答。这是为了提高我们的调解效率。事情的来龙去脉，大家都看过材料了。上次调解中，郑总拒绝道歉，回去之后就开除了员工小尹。为此，小尹已经向我们派出所报案。郑总，现在还是有2个选择摆在你的面前：第一是协商解决，第二是走法律程序。如果走法律程序，我们就按照法律对你进行治安处罚。如果调解呢？周主任，你在威胁我？你可以咨询他们。我这算不算威胁？郑总，你先别激动，听周主任把话说完。开除员工，这是公司的权利，并且我们有合同在先的。郑总，我看过你跟小尹的劳动合同，你们的合同存在漏洞，法院是不会支持的。而且我负责任地告诉你，如果小尹起诉的话，你至少要赔10万元的经济赔偿费，而且你的企业会被列入没有信誉的黑名单。你公开打员工耳光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了，你可以咨询他们，也可以在我们对你进行治安处罚之后，聘请律师提起诉讼。这么简单的道理，你说你一个堂堂公司的老总怎么就想不明白呢？现在是什么社会？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不要以为你是老总，有几个钱就可以对你的员工意气用事。实话告诉你，如果小尹同意的话，我愿意免费为他代理。尤其是我们的宁州外来新居民，不仅有政府，还有社区群众组织撑腰，没有一个人是孤立无援的。行，我打人了，那就拘留我呗，最多半个月吧。还有，我开除员工，违反了劳动法，行，你让他去法院起诉我，还有什么呀？郑春光，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认为自己有钱，拘留半个月出来就什么事都没了。那你想错了，你拘留了半个月，你在社会上的信誉没了，你的企业信誉也没了，你跟一个员工赌气，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我们如果要拘留你，还把你找来费这番口舌干嘛？我们是想帮你，不愿你搞得太尴尬。
现在你还是2个选择：第一是赔礼道歉，赔偿小尹的医疗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第二，走法律程序，你还得赔偿小尹的医疗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不信，你可以问他们。我可以告诉你，郑总，如果打官司啊，你肯定输。郑总，现在当着我们大家的面，希望你给小尹正式道个歉。至于医疗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周主任，我明白了。说来说去，不就还是要钱吗？你说吧，我就当花钱消灾了。我不是想要你的钱，从小到大，我爸妈都没打过我，你凭什么打我？我又不是你爸妈，干嘛惯着你的臭毛病？敢当面顶撞我，我打你都算轻的。父母没教好你是吧？我替他们教。郑传光，越说越过分了啊！你到底还想不想调解了？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就是摆着一个阵势，我还真不害怕。我郑崇光也不是吓大的，想告我去啊！哎呀，我说这一个大法官，一个大律师的，真能一告一个准吗？那就犯不着在这儿跟我费什么唾沫星子吗？是吧？我看你们就是合起伙来吓唬吓唬我，我可不吃这一套。有本事去法院告我等着那法院的传票。唉，我还是头一次遇见这样的人呢，跟他说了半天，一句没听进去。小尹，没什么说的了，去法院起诉他。真的要打官司吗？你如果怕打官司花钱，我可以给你申请法律援助。不用那么麻烦，老周，我愿意免费为小尹代理这个案子。不是的，霍律师，周警官，不光是钱的问题，我知道打官司要花费很多的时间，我是怕我耗不起。小尹，这种矛盾，一般对我们毛条中心来说，是以调解为主的。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赞成去打官司。可是这个案子不一样。你刚才也看见了，郑总的态度很嚣张，根本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接受法律的制裁。当然，你是原告，最后的决定权在你，我们听你的。你如果觉得就这样算了，我想好了。我听您的，如果这次我就这么算了，那他以后还会像欺负我一样欺负别的员工的。对，行，剩下的就交给我了。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代理律师，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样吧，我去趟街道办事处，看看他们有什么好办法。那太好了，谢谢陈总，剩下的事交给我吧。老周，调解失败。啊？郑春光死猪不怕开水烫，坚持说不怕拘留，不怕小尹到法院去告他。师傅，什么事儿啊？还有您调解不了的矛盾纠纷啊？我又不是万能钥匙，什么锁都能打开啊！该干嘛干嘛去，少在这儿幸灾乐祸。这次我忙去了。啊，对了，师傅，这个呼叫器啊，3键是呼叫中心，您可以按3键，请他们帮忙。老周，
那就走法律程序。我和生产部的主任跑了很多地方，这款产品的性价比是最低的。按照您之前的计划，我们先更新2条生产线，那预算就是400万。那公司现在账上还有多少钱？目前的流动资金有200多万，但有几笔货款这个月底就要付了。那别人欠我们的货款呢？有几笔大的，但至少要3个多月才能入账。但厂商那边说了，这批机器是最后一批库存了，如果再生产出来的，那就要涨价了。那如果我们先更新1条生产线，账上的钱够不够？勉勉强强，因为我们和欧洲那边的订单已经签了。如果1条生产线的话，我们的交货的时间肯定要延迟，而且我们现在的生产线还达不到欧洲那边的产品标准。郑总，您看我们可不可以考虑找银行贷款？因为银行目前对扶持我们中小企业有很多的优惠信贷政策。你看啊，我仔细研究过。你研究个啥研究啊？我能贷款的话，我还在这发愁吗？啊？喂，何律师，我咨询点事情。郑总，小颖这官司啊，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急不来。法庭肯定先让你们进行庭外调解，调解不了再对簿公堂，这些程序都省不了的。那大概还需要多久？这种官司不好说，快的半年1年，慢的1年2年都有可能。半年？我半个月都不想等啊！你知道吧？就那个法院传票，让我们公司连去银行贷款都不行啊！就这个小颖啊，真是坑死我了！郑总，我劝你一句，其实这个官司呢，咱们的赢面真的很低，几乎没有。怎么你也这么说话？你到底是谁的律师啊？我就因为是你的律师才跟你这么说。我在你公司当法律顾问也好多年了，咱们合作这么愉快，我也不想坑你。其实这种官司打到最后，浪费的就是你的时间、精力，还有金钱，何苦呢？你跟小颖签的这份合同根本就不合规，而且里面很多条例都和劳动法相悖的。如果对方律师抓到这一点，你不但官司赢不了，还很有可能引来别的麻烦。不是，还有什么别的麻烦？就比如说其他员工像小颖一样提出劳动诉讼，这到时候啊，劳动者保护协会都要来找你。这么麻烦？所以啊，郑总，我给你的建议是，如果你真想尽快解决这件事情，还是得想办法进行调解，不能拖，越快越好。哟，这不是郑总吗？周主任，总算等到您了。收到法院的传票了？周主任，您看多大的事儿呢？干嘛要到法院那儿去了？我呢跟小颖打了很多次电话，都打不通，所以我来找您了。找我也没用啊，现在这事儿轮不上我管了，人家法院管。我上次态度不好，您这样，您把小颖找过来，我愿意调解。想调解了？晚了。人家小颖不想调解了，他不就想要钱吗？没问题，多少钱？不还价。哦，对，他不是想要钱，哦，道歉，对，道歉没问题。
你想道歉了？那你跟我说说，你错在哪儿？你们说我错在哪儿，我就错哪儿了。还敷衍呢？实话跟我说吧，怎么又想调解了？不说是吧？那我帮不了你。像你这种人，调解也是浪费时间，请回吧。别，周主任，您这是矛盾调解中心嘛？你别这样啊！行，我说实话吧，我们公司呢接了笔欧洲的订单，这急着要更新这个设备，但现在公司没钱，我去找了银行，银行说如果有官司在身的话，我就不能贷款，所以我。好啊，这回知道了什么叫丢了西瓜捡芝麻了吧？知道什么叫因小失大了吧？知道什么叫得不偿失了吧？知道什么叫……真的，我都知道了，周主任，我都知道了，我真的，我现在特别的后悔，我当时就应该听你们的，就好好来调解这个事情，不就好了吗？所以，周主任，大人有大量，你原谅我这一次，帮忙好吗？郑春光啊，郑春光，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这人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私自利。周主任，您干嘛这么说呢？怎么，我说错了？你打了人，还违法把人开除了，可是拒不认错。现在遇到难题了，想起来道歉，想起来调解了，可是直到现在，你想过人家小尹的感受吗？你这一巴掌打下去，至少犯了5错。第一，男打女，你是个大老爷们儿，她是个小姑娘，你打她，在道义上你就输了。第二，大打小，你是公司的老板，他是企业的员工，你仗势欺人。第三，里打外，你是本地人，他是外乡人，本来应该善待外来的务工人员，可你打了他，本地人欺负外地人。第四，高打低，你好歹大学毕业吧，他是高中学历，你懂得的道理应该比他多吗？可你打了他，你那么多年的书念到哪儿去了？第五，冷打热，小尹作为你们企业的员工，满腔热情地向你们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却挨了你冰冷的巴掌。你打掉的不是小尹一个人的积极性，而是打掉了所有企业员工的热情。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觉得自己是大老板，小尹是个小员工，靠你发工资吃饭。可人家没有白拿你的钱呐，人家是付出劳动的。伟人说过，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你就是从心底没有看得起自己的员工。像你这样的老板，如果倒了霉，谁不在心里说你活该？对，活该。您说的都对，我错了。如果今天您能帮我调解这个矛盾，你打我一顿也行，好吗？我告诉你，郑春光，我要不是因为穿了这身警服，我真想揍你一顿。不过没关系，你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教训。周主任，这事您不管了吗？我管你。像你这种人，做不大，即使做大了，也是社会的祸害。垃圾处理厂建设项目的重新启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我们宁州市委和市政府是向省委和省政府立下了军令状的。
丁海局长要求我们滨江分局必须克服一切困难，要保证这一项目的顺利开工。这垃圾处理厂项目的建设能否顺利启动，就看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多少智慧跟能量了。项目的位置呢，在滨江区新桥街道罗塘村北侧。其实这个项目6年前就要启动的，结果刚刚公示，周边的群众呢就因为担心环境污染问题，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上万人冲击咱们的政府机关，导致这个国家级的重点项目暂时搁置。这次呢，市局要求我们滨江分局要做好周边群众的思想工作，要让群众明白这个项目是个绿色环保项目，同时呢，做好预判、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绝不能出现重大的群体事件，确保项目可以如期开工。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把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以新桥街道办事处、新桥派出所为主要攻坚力量。现在我要求咱们分局各部门跟街道党工委要全力支持派出所的工作，派出所呢要加强值班备勤与社会面的稳控陈所长，有困难吗？没有困难。今天分局会议的重点内容大概就是这些。咱们的任务很重，从今天开始全所取消休假，大家辛苦点儿。王继香，你给大家简单说一下罗塘的情况。好，受垃圾处理厂项目建设影响的群众有1万多人。多少？多98人，10098。需要搬迁的有3栋楼和2个村涉及到的征地拆迁人员2633人需要更改的道路有3条，总长度7.6公里周围还有公司企业153家，还有幼儿园2个，需要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有15人，后续可能会增加。破解重大项目的邻避效应历来都是摆在我们基层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想要攻克这个难关，要靠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各部门按照分工，发动各方力量，从源头防范矛盾风险。张队，这段时间你们打处中队一定要及时掌握信息，对于那些故意蛊惑群众闹事的重点人群，要坚决果断打击处置，不能养虎为患。明白。好，就说这些，大家抓紧准备吧。陈所，有您亲自督战，我这心里踏实多了。什么叫督战？这叫阵地前移。来，你开车，我打几个电话。好。陈所，自从我师傅去了茅条中心之后，这个工位就一直空着。从今天开始，您就在这儿坐镇指挥。杯子给您换过了是新的。灯泡呢也刚换了。这个电脑嘛，老是老点，但挺好用的。你试一下。你可够细心的啊。陈总，房间给您收拾好了，你要不要去看看？还有什么需要的，我再去给你买。别麻烦了。其实我这个人生活很简单，有张床就行。这次垃圾处理厂建设项目落在罗塘新区，罗塘警务站的工作可是重中之重。怎么样，有压力吗？我还挺紧张的。我压力也挺大的。别说你们了，连我都有压力。是。王站长，说说吧，准备怎么开展工作？具体的我还没想好，但是我觉得吧，首先还是得发挥罗塘新区新居民委员会和群众组织的优势，尤其是像洛新的义工协会，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志愿者队伍，要让他们做好这个宣传的工作。另外我觉得还要把群众当中有正能量的人组织起来，因为他们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让他们去做那些重点人员的思想工作。还有，我觉得应该做好网上的正面引导，比如说发一些宣传的帖子或者文章，
让群众们都知道现在的垃圾处理厂和过去的不一样了。现在的垃圾处理厂是绿色环保的。没错。啊，对了，还要发挥网格信息源的作用，让他们去了解群众对垃圾处理厂的真实想法。还有一点很重要，让网格信息源把你们拉进各种微信群，及时准确掌握群众们的动态。陈所，我有个提议，你能不能让街道党工委组织一些群众去别的省市的垃圾处理厂去参观一下？因为只有当他们实地考察过了，他们才能真的明白。你这个提议好，我明天就跟赵书记汇报。毕竟我们是在配合街道党工委做维稳工作。是。赵总，你看见那个政府公示了吗？你慌什么呀？不就是说垃圾处理厂的事儿吗？汪总刚打电话了，说要撤资。他说撤就撤啊，想的倒是挺美的。不是赵总，当初合约上可写的很清楚啊，如果发生不可抗力的事件，他们完全有权利撤资的。赵总，现在申江账面上已经没有流动资金了，每个月咱们要还银行一大笔的利息。如果这个项目再不启动的话，那垃圾场建起来，咱们可真受影响了。所以我们能不能考虑放弃建高档楼盘的想法，把它改成建普通居民楼，价格压下来，这样可能会对我们减轻一点损失。说的轻巧，你知道这样我会损失多少吗？我知道，我算过了，咱们当时拿地的时候价格比较低，所以我大概算了一下，咱们还是有利润空间的。为了这个项目，我整整折腾了6年，就这点利润，大法要饭呐！可是赵总现在的情况……你不要再说了，你现在重要的是稳住汪总。什么垃圾处理厂，6年前都建不起来，你以为现在就行啊？要不周总，您先去忙。赵总，咱们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6年前垃圾处理厂项目搁置，大家都担心这个项目以后会重新启动，所以周边的房地产公司都处于冷冻期。我们果断出手，拿下建设用地。如果这次项目建设仍旧像6年前那样搁置下来，那我们就赌赢了。但是相反，如果这个垃圾处理厂真的是要重建，那恐怕我们输得连裤衩都没了。我们不要单打独斗，这个垃圾处理厂项目影响的不是我们一家公司的利益，在罗塘新区至少有几百家，我们得想办法把这些公司组织起来，给政府施加压力。你去把袁大头给我叫来，该用得着他了。好。老弟，这次全看你的了，光喊口号不行，要见点血，才能掀起大浪来。赵总，干这事儿我最拿手，只不过这事确实有点麻烦。这个我明白，100万，今天晚上就打到你的账户上。赵总出手就是大方，事儿办成了，这100万就变成了1个亿。如果不成，你我的命都没了。大哥，您出手都这么大方了，这事儿我肯定给你办明白了。那我先走了。赵总，跟以前一样，这100万从盛江的账户上走，以防万一。明白。但最近
周燕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对公司的账看得比较紧。公司上下都是我的人，他察觉到什么又怎么样？垃圾处理厂要真建起来，连我都完了，他还能落着好？明白，这就去办。哎，老夏，有一笔账好像不太对劲啊！我跟你说，100万不是小数目，这什么钱就汇出去了？我怎么不知道啊？而且这个收款方是谁呀？回扣？什么项目回扣要100万呢？你这样，你听我说，明天你一到公司，咱俩马上碰面，咱把这个事儿讲清楚，好吗？行，就这样。大忙人，你还知道回来啊？看看几点了？哎呀，现在整个新桥都被垃圾处理厂这事情忙得四脚朝天的。我能下班回家就不错了。就是因为那个垃圾处理厂，我们的项目都要停了。你刚才说什么100万回扣啊？怎么回事？你公司的事儿跟你说不清楚。燕儿，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啊，当初你要去那姓赵的公司，我拦不住你，但过去这么长时间了，那赵大坤是什么人，你还看不清楚啊？赵大坤是什么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就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我就可以了呀。每次说你都是这一套说辞，我告诉你，我有种预感不好，你趁早离开那家公司。哎呦，行了，我自己的工作我会自己看着办的，行吗？你累了一天了，你快进屋休息吧。你去看孩子。又折腾什么呢？陈总回来了，我把网格员全天搜集来的信息啊，重新梳理了一遍。有收获吗？1天2天还看不出问题，但是一天天的堆积起来，就有答案了。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垃圾处理厂建设项目的周边啊风平浪静，但是距离垃圾处理厂比较远的地方反而很躁动，这很不正常。是吗？你看一下网格员搜集的信息啊，像这个竹园小区的张大强，他说啊，最近几天他们小区一直在闹腾垃圾处理厂搬迁的事儿。今天在小区转的时候呢，发现有人在鼓动小区里的其他住户搬迁。他一问啊，那个人跑得比兔子还快。还有这个韩家村的韩国镇啊，他说垃圾处理厂离他们村远一点，搬迁名单呢没有他们村，但这几天呢也有几户在煽动搬迁情绪。韩书记今天给大家讲了几句，大家情绪比较稳定。杀了！你要弄死我！弄死我！杀了！别走！别走！哎，干什么？我今天要跟你拼了！我要跟你拼了！把手松开！我走！我不走！你要干什么呀你？我不走！哎呦喂！婷婷，你没事吧？弄死我！怎么回事？杀了！闭嘴！闭嘴！哎，对不起，警察同志，你们放了他吧。怎么着？你认识他？对，我们写的。别走！你松开！我今天要跟你拼了！我要跟你们拼了！你松手！我不松手！不是，你要干什么？我要跟你们拼！你把手松开！警察同志，
他喝醉了酒，自己拿酒瓶子砸破了头。你别看他一般见识。行了，赶紧去医院吧。哎，我这就去医院。以后少喝点啊。哎，对不起，对不起。不对呀，没有酒味啊。站住！给我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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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警察大人！站住！你别走！别跑！哎呦！怎么了，马哥？哎呀，苗苗，刚才遇到个神经病，拽着我不放。啊？怎么回事？你流血了？我没有啊。是不是受伤了呀？这不是我的血，我没伤啊。你再感觉一下，没哪儿不舒服吗？有没有哪儿疼啊？刚才那女孩倒是流了一脸的血，这莫名其妙。你说死活拽着我不放，说要跟我拼命，你说我招谁惹谁了？这是不是认错人了？这从初步摸底来看，已经确定可以搬迁的居民呢都比较安静，不能确定的情绪都比较大。跟邹颖他们掌握的信息基本上是一致的。现在最令人头疼的就是这个竹园小区。一方面呢，他们不想把垃圾场建在这儿；另一方面，还想要得到政府的补偿款。你说这是怪了，这是为什么呀？这是陈所，怎么了？受伤啊？我倒没受伤，在门口碰见一个神经病，见着我就扑过来不放，我什么都没干啊。苗苗可以作证，撕扯的时候弄我一手血。这不像是血啊，红药水吧？不是红药水？你没事吧？没事，赶紧去洗洗。哎，喂，田局。什么？好，我马上看。苗苗，上社区论坛。哦。警察暴力执法，胁迫居民搬家，民警与女人厮打，女人满脸血迹，令人惊悚。我没有啊，是这个女人突然就向我扑过来，拽着我不放。怎么这么快啊？哎，这还有一帖。政府拟建垃圾处理厂，警察清除黑名单，民警为何扭打满脸血迹的男人？背后的故事令人细思极恐。暴力执法真的这么猖狂，没人管吗？老百姓还有活路吗？上级领导不管吗？就这么对待老百姓？陈所，这要出事啊！这就是有组织、有策划、有预谋的抹黑事件。假新闻，网管大队干什么的？赶紧屏蔽掉啊！来不及了，这已经刷屏了。哎，这些照片是怎么发上去的呀？好像有一种软件可以避开网络管制。看来来头不小啊。喂，张队，你在哪儿？马上来罗塘警务站。好，继续查。是。田局，犯罪分子专业性很强，是用一款屏蔽软件躲开了我们的网络监管。这是在网吧发送的照片。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请专家在网络上针对造假照片进行专业分析，戳穿他们的造假把戏，同时配合刑侦大队，尽快抓捕犯罪嫌疑人。要注意搜查网上那些煽动和蛊惑性的言论，防止部分人聚众闹事。是，我们已经开始对社区网络上的评论进行过滤排查了。在咱们宁州市静态人像比对系统里查不到这2起案子嫌疑人，这说明什么？说明这2个人应该不是我们宁州市的常住人口或暂住人口。现在只能请分局刑侦大队
协助我们进行比对查询了。行，我给前局打电话，但是我估计这2起事件的嫌疑人应该还没有离开宁州。您尽快带人对我们辖区内所有的宾馆、车站、交通要道进行排查，尽快把这2个嫌疑人的照片发给我们的网格信息员，让他们协助查找。好。放心吧，小静，市局刑侦支队跟咱们分局刑侦大队都还在查，要想尽一切办法预防为先，绝不能出现群体事件。秦局，陕北市公安协助我们查了2起案件中的1男1女都在外地打工，但是目前下落不明，联系方式也没查到。继续想办法，务必要找到这2个人，这是解开真相的关键。是。周警官，你来的正好。距离我们只有200米的小区已经搬迁了，为什么单单把我们竹园小区给撇下了？哦，这个事情啊，哪个小区搬迁，哪个小区不搬迁，是专家们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决定的。竹园小区离垃圾场比较远，所以完全不受影响，就没有在搬迁之内。他们说不影响就不影响了。周警官，我们前面的小区都搬迁了，那我们不就成了离垃圾处理厂最近的小区了？其他不说，房价掉得一塌糊涂啊！就是啊，太倒霉了。那照你那么说，竹园搬了，竹园后面的小区呢，是不是也得搬呢？那后面的后面呢？这么一搬，还不得搬到杭州去啊？别人我们管不了。就是啊，我们管他们干什么呀？我们现在是周警官，我们不是为难谁，更不反对建这个垃圾处理厂。我们也知道这搬迁有难度，那如果我们不搬迁的话，至少应该给点补偿吧？是啊，你说别的小区要么搬走了啊，要么离得远不受影响，就我们竹园离得近又不搬，那不能什么倒霉事儿都让我们沾了吧？就是啊，太倒霉了。这是个问题，有问题咱们好好解决。你看大家都围在这儿，人多嘴杂，你一嘴我一嘴的，我们都不知道听谁的。要不这样吧，你们选出几个代表来，咱们坐下来好好谈。小伙子，你贵姓？免贵姓单，旭日东升的旭东。听你说话是个明白人，要不你做他们的代表，怎么样？事情要解决，总得有人牵头。我觉得你挺合适，大家觉得呢？好不好？还有谁愿意替大伙多出点力的？当这个代表。我去。我也去。那好，就你们仨了。别人有什么意见吗？没有。好，你们仨代表竹园，咱们坐下来喝喝茶，聊聊天，把问题好好的解决一下。好，好吗？别的人是不是可以回去了？好，哎好。好，那大家散了吧。有消息通知大家，好吧？我们要相信周警官，我们3个会跟周警官好好沟通的。有消息通知大家，大家先散了吧。放心啊，散了啊！辛苦各位，等你们通知。有什么意见你们可以转达他们啊。好。周警官，既然你让我来当这个代表呢，我就说2句。好，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我们小区如果不搬迁的话，就是离垃圾处理厂最近的，这多少都受点影响。政府如果没有补偿的话，那最起码应该帮我们改善一下这个小区环境吧。刚搬来的时候，小区环境是不错，但现在人越来越多，车子也越来越多。是啊，这几年生活条件好了，家家都买了小汽车。小区建造的时候没有地下停车场，地上也没有啊。现在整个小区道路都成了停车场，上下班啊特别拥堵，晚上回来晚了没地方停车。还有就是我们小区老年人比较多，这老人想活动活动啊都没个地方。我记下了。小区北边有个菜市场，如果这次拆迁了，小区居民买菜都没有地方了，周围超市又没有菜卖，去大超市挺远的，
也很贵啊。对，说到这个菜市场啊，我们小区啊，大部分居民都在这个菜市场做生意啊。这次市场拆迁呢，政府虽然是可以给一些补偿，但是他们都是靠这个摊位养家糊口的。这摊位没了吧，这经济来源就彻底断了。加上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啊，又没有什么专业的技能，这找工作就更困难了。我当初买这房啊，是用贷款买的，全靠卖菜挣几个钱还房贷。你们刚才说的有道理，我马上就去现场仔细看看。你们别着急，给我3天时间，我会写出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报给有关部门。你们提出的条件，我会全力帮你们争取。我们相信你，周警官。相信周警官。给了你那么多钱，就弄出来这么点动静，你手下的人是怎么做事儿的？我既然拿了你这么多钱，我肯定尽心尽力办事啊。但你这次真不能怪我，这个罗唐啊，每次我们的人只要一露头啊，他们就出现，而且我那些照片跟视频啊，我只要一发他就删，就包括我养那几个小号，他都给我封了。我也是奇了怪了，那个什么巡逻队脑子上是长雷达了吗？我之前就提醒过你，不要轻敌。你别说罗唐，现在就连整个新桥治安都越来越好了。什么网格化管理，什么警网融合，搞得我现在干点什么都不方便。反正我这次算开了眼了。你找的那几个人靠谱吗？这您放心，他们都拿钱办事的，懂规矩。但凡多说一句，那钱都没了。只要他们咬死啊，是他们不满意建造这个垃圾处理厂才去闹事的，那警察就不会怀疑别的。派出所查得太近了，我担心他们藏不了多久。那不会，您放心，一早拿钱就走了。这中国这么大，找他们那就是大海捞针。你还是小心点吧，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公安要真想查个什么人，还是很容易的。赵总，刚刚得到消息，在这个周末，新桥派出所要在罗塘新区文化广场举行一个宣传垃圾处理厂是绿色环保企业的讲座，很多群众都接到了通知。你看看，派出所的动作太快了。本来老百姓反对建这个垃圾处理厂，就是因为怕影响自己的生活。现在他们又是宣传又是动员的，等老百姓都明白了，咱们再想掀起什么风浪就更难了。而且我还听说，竹园小区今天去街道办事处门口闹事的人，全都被劝回去了。这样下去，咱们就彻底没戏了。袁大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的事儿你要是办不成，别怪我到时候不客气啊。明白。您是哪个小马？为您安排服务啊。谢谢。哎，他大爷。哎，好的，马上给你。这段时间啊，我们志愿者队伍都是24小时值班，2班倒，一直没休息，辛苦大家了。明天的宣讲会啊，你还是得多带这些人去啊。我怕会有别有用心的人捣乱，现场绝对不能出差错。我们这次请了法律、环境还有垃圾处理方面的专家，到时候会统一解答群众的疑惑。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我会把一些志愿者安插在群众当中，一旦有情况，第一时间采取措施。那就交给你了。没问题。最近几天啊，心里总是不踏实。怎么了？是不是过于紧张了？哎，小心一点总没错嘛。啊，也是。那我走了，去吧。先欢迎大家。我们的现代生活啊，已经被垃圾包围。要是解决不好垃圾处理的问题，就不可能很好的保护我们的环境，更不可能有美好的生活。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这里举办垃圾处理厂绿色知识宣讲，目的呢，就是要让大家了解垃圾处理厂到底对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影响。那么下面呢，我们先请专家为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欢乐忧伤，你的向往都深深埋藏我心房。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寻常。就这样，愿为你种下一枝一叶一花，小桥流水人家，比邻胜过天涯。风再大，请别害怕，幸福快要发芽。愿为你点亮万家灯火小巷，将柔软的月光都揉进你梦乡。夜在长，请别迷茫，我一直在你身旁。而且呢，对空气和地下水的污染是很严重的，不可小视。陈总，你觉不觉得有点太顺利了？顺利不好啊。这网传照片的事情，嫌疑人还没被抓住，按理说他们要是有预谋要闹事，今天是最好的机会。网传照片的事件咱们已经澄清了，加上今天咱们防控工作做得到位，他们应该不敢闹事。喂，张队，那太好了，你先提审，我很快就回去。根据掌握的情况，竹园小区的居民吵闹着要搬迁是一种假象，大多数居民不愿搬，他们住惯了竹园，不愿到新地方去。只是有一些人想趁此机会得到些好处。提条件了吧？提了。有2个条件值得考虑。第一，是小区建得比较早，没有地下车库，没有停车场，他们想趁此机会解决停车难的问题。2是小区对面的菜市场拆掉之后，居民买菜困难，在菜市场卖菜的居民没工作了。这倒是个问题。这样，我一会儿给区拆迁办打个电话，您去跟他们汇报一下，商量一个解决方案。好，这个事情不能拖得太久，越快解决越好。我马上就去。走了。哎，陈总，怎么样？审了吗？都交代没有？他就是个小喽啰，全招了。他们受什么人指使啊？根据交代，是一个叫袁大头的人把他们从外地叫来的。他们互相不认识，从来都没见过面，只是通过电话联系。那个袁大头在哪儿，他也不清楚。袁大头真名袁亮，曾因抢劫服刑8年，刑满释放后一直在给人看场子，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狠角色。把他的照片挂到网上去，悬赏。对于提供有效线索的人给予奖励。随着搬迁动员工作的深入，群众很容易跟政府工作人员发生直接冲突。你们要做好处置突发事件的预案。什么情况？有消息了，难道要是中了？干什么消息？周警官，哎，快进来，进来，进来！叫我们来，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对，有消息了，坐。今天叫你们来，就是想告诉你们，政府已经正式批复了。你们先说说，要达到什么条件，你们算基本满意？给我们建造个免费停车场，这是关键。得让我们大家伙买菜方便。如果能解决我们小区市场摊主的再就业问题，那就更好了。你们这么一说，我心里有底了。我给你们争取了4个条件。第一，在小区的北面，就是原来菜市场那个位置，开辟一个地方，专门建一个小区的免费停车场。第二，在小区里边建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第三，在小区外面建一个封闭的菜市场，重新给摊主进行工商营业登记。真的？哎，太好了！第4，猜猜？真猜不出来。
政府在建垃圾处理厂期间，给珠园小区居民发放噪音补助，具体多少还没定啊。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您不是给我们画了个大饼吧？你以为我这是开黑店的呢？放心，政府在下周2就会给你们小区物业签订协议书。哎，有件事我可要提醒你们，赶紧回去告诉小区的居民，他们提的条件政府已经答应了，千万别相信谣言。好，我们记住了。知道了。哎，接待一下。好，把单子给我。啊，给。回来了。竹园那边怎么样了？刚聊完，业主代表对政府给出的条件还比较满意，现在就差开业主大会表决签名了，我估计没问题。太好了。哎，我这儿呢还有块硬骨头给你留着呢。又怎么了？街道办事处啊打过电话来，说罗塘那边搬迁工作进行挺顺利的，就是呢有几户没谈妥，有一个叫刘仁广的，那脾气暴得很，谁劝也不听。这个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啊上门去劝，直接就被骂出来了，还差点动了手呢。这个刘仁广我认识啊，这么闹腾的，可不是吗？要不你去看看？行，我去看看。哎，喝点水再去啊。你少来这一套。辛苦啊！这刘仁广啊，光棍一个，10几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都不要他。这长大以后出去开大货车，出车祸了，下肢瘫痪了。这几年啊，一直靠着村里的低保过日子，脾气也越来越暴躁。我陪着街道办事处的干部来他家几次，都被赶出来了。我到过老刘家呀，那脾气还可以。老刘，哎呦，周警官啊，在呢。哎，老刘，这事儿您来啊也解决不了。我听说了，你不愿意搬，我想知道为什么。周警官，你什么都不用说了，说破天呢，我也不会搬的。要不这样吧，您啊让他们把我和这老房子一起给铲平了算了。别说赌气的话呀，你每次都这么说，你跟谁赌气呢？老刘，说实话，你不搬我们也没办法。可是你想想，这是要建一个垃圾处理厂啊，这附近人都搬走了，你一个人住在这儿怎么住啊？那你们呢，就把我当垃圾一起处理了吧。老刘，别说赌气话，有什么条件你提出来，咱们想办法解决，行不行？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住不了楼房，除非啊给我个4合院，要不打死我也不搬。你这是不讲理呀！哎，政府去哪儿给你找4合院去啊？那你就别在这跟我废话。哎，我还不知道你们那一套。我问你，我要是再不搬，你们是不是要给我断水断电啊？我今天就告诉你，反正我是烂命一条，你们要真敢这么做，我就跟你们拼了。只要你的要求合理，那村里和街道办事处会尽力帮你。可你这要求太过分了，你让我们怎么办？你要真是不讲理，那我们管不了。我不用你们管。老刘啊，你害怕住楼房，我理解。像你这种情况，住楼房确实不方便。不过你放心，政府在安置的时候一定会把你安排到1楼。我不住1楼，见不着阳光。谁说1楼见不着阳光？那我也不住1楼，所有人都压着我，不吉利。你这是故意找茬啊！那照你这么说，那1楼住不了，2、3楼也压着也不能住了，那你住天上去好了。老刘啊，谁告诉你1楼不吉利啊？这也太迷信了。我呀，就迷信了，住不了楼房。你爱住不住。
谁？你们谁呀？你们谁？请问你们是谁？你要是再不搬，下次我就要你命！走。这怎么回事？这到底什么战啊？来，让一下，让一下，来，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啊！哎呦，周警官，老罗，这一大早啊，邻居就看见刘仁广被绑在这儿，就急忙找我，我就赶紧报警了。哦，那个这些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我问了半天不说话。老罗，帮个忙，让大家散一散，别在这儿围着了，影响取证。好，行，都回去吧，啊，别看了。哎，大家都回去吧，没事别在这站着了啊，警察会处理的，赶紧回去吧，回去吧。老周，我带几个人到周围转转，看还有没有其他线索。你把现场环境拍一下，仔细点啊。好。你们两个排查那个房间，你们几个到那个房间，其他人跟我走。老刘，你怎么样？需要到医院去吗？你少在那猫哭耗子加慈悲。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们来干什么？是不是看我死没死啊？我告诉你们，有本事就把我弄死，弄不死我，我就跟你们杠到底了。昨天晚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我被人打了，我家被人砸了，你看不见啊？哼，打我的人还说了，我要是再不搬走啊，下次来就要我的命。他们几个人呢？长什么样？说话有没有口音？哎，行，别来这一套了啊！周建民，我原来一直认为你是个好人，结果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明的不行就来阴的是吧？行，明天我就到政府门口去坐着去，我看你们谁敢动我！我跟谁是一伙的呀？别瞎说八道啊！这里面一定有误会。你如果想抓住这些对你行凶的人，就跟我们好好配合。我配合个屁！官也是你们，贼也是你们，我配合什么？我配合有用吗？我再跟你说一次啊，任何时候政府都不会用暴力手段进行逼迁。不要相信网上那些谣言。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跟我们好好配合，抓住那些对你行凶的人，要不然他们隔几天再来找你一次，隔几天再来找你一次，你受得了吗？我问过周围的邻居了，他们说案发的时候就听见几声狗叫，就没当回事儿。现场也没发现更有价值的线索，我觉得他们肯定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儿了。苗头不大对。你在这儿给老刘录个笔录，我就跟所里汇报一下。老刘，这是派出所的张队长，你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跟他说说啊。千局，千局，好，怎么样？网上有动作了吗？是的，还是有一些群众被他们蒙蔽了。他们约在文化广场西北角集合，在文化广场周边的路口设卡，绝不能让他们聚在一起。是。
你们公关处跟网管大队啊，要立即在网上展开工作，让群众了解真相，不要信谣传谣。发现那些恶意传播的网站，马上关闭查处。是。昨晚那些戴口罩的人找到了吗？车找到了，是建设工地的，倒是人还没有找到。扩大排查范围，郊区也不要漏掉。另外啊，把那个袁亮的照片多复印一些，张贴在城市显眼的地方。很多上了一点年纪的人是没有上网的习惯的。不好意思，等一下。罗先，怎么了？季翔，我好像发现袁大头了。啊？你没认错人吧？什么情况？我在我家小区电梯遇到了一个可疑的人，他的身形、外貌特征都跟网上公布的袁大头的信息相似。我觉得你们最好马上过来看看。你看清楚脸了吗？他戴着帽子和墨镜，没看太清，但是从他的侧脸看，他的眼睛、他的脸型都跟袁大头非常相似，而且他的警惕性很高，我觉得他极有可能就是袁大头。喂，洛鑫，你知道他具体住哪一户吗？陈所，他跟我住同一栋楼，35幢3单元，他住406。我原本想假装走错门去试探一下，又怕打草惊蛇。你做的对，这样，你现在守住这个单元楼门口，如果他出门，你想办法跟上，我们马上赶过去。明白。罗鑫，罗鑫，现在什么情况？一直没出来。刚才我看见他的时候，手里提了很多的方便面和啤酒，不知道屋子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如果没有，那看样子他这几天不打算出来了。根据你描述的情况，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袁大头。要不去敲门看看？不行，袁大头本来警惕性就高，知道自己被通缉了，就会更加谨慎。万一被他发现了，那就麻烦了。而且屋内现在什么情况我们都没摸清楚，不能轻举妄动。洛鑫，小区物业在哪儿？就在那边，只走100米。好，你们俩继续在这儿守着。好。王吉祥。
这个是35幢3单元所有业主的资料了。你们对这个406业主的情况了解有多少？这业主好像是做生意的，生意做的应该还不小。这房子自从买了之后就没怎么来住过，但是物业费还是每年按时交。这家有什么问题吗？没事儿，照例问问。另外，你们小区每个月都是几号交水费和燃气费？水表刚刚查过，燃气表一般都是在每个月的20号前后吧。谢谢啊。哎，不客气。好，学到了。我马上派巡特警大队去支援你们。小江啊，一定要控制好嫌疑人，尤其那个袁亮，对我们很重要。放心吧，千局，我会处理好的。陈所，真是袁大头吗？很有可能，人就在上面的406房间。至于里面有多少人，有没有武器还不清楚。你以燃气公司查燃气的名义去摸一下情况。好。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事别出门，生怕警察找不着你是吧？不是，我就出个门怎么了？我就买个吃的，我饿了还不能出门买个吃的。你要嫌我烦，就赶紧把我送出去。我已经安排好了，警察盯得很紧，你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听见没有？耐心再等2天，啊？行了，知道了。你好，查燃气的，有人吗？查燃气的。怎么回事？这家人总不在家。哎，真讨厌！晚上我还得来一趟。你在家呀？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开门啊？查燃气。不是查过了吗？什么时候查的？哎，这个小区就我一个人管，我不来谁查的？哎呦，哎，哥们儿，你不是受骗了吧？你给他转钱了没有？哎，你要给他转钱，那就受骗了。你赶紧报警啊！这个不是小事儿。我刚想起来，上个月查过了。你这记性，我就说我不来谁查呀？你这。啊，哎，这燃气没怎么用啊？平常不做饭啊？老婆孩子总不在身边，所以我就懒得做了。也是，你说现在点个外卖多方便啊！想吃什么东西，一个电话送到家门口了。得嘞，回头记着把燃气费交了啊！好好好，那个微信、支付宝都行。好的，这个门，好，谢谢啊，走了，再见啊。你好，查燃气。情况怎么样？现在可以肯定，406室的这个人就是袁大头，
而且房间里就他一个人，但是不排除他有携带枪支的可能。罗欣，你先回避一下吧。知错。执行任务，你再不合适。好的。孙队，你带一组人走右边电梯上去，守住门口。哦。王吉祥，你带一组人从楼梯上去，守住上下楼道。是。李哲，你们几个去楼后面守着，防止袁大头跳窗户逃跑。好。苗苗，哎，你跟小吕就留在这儿，其余人跟我走左边电梯上去。张队，你继续敲406的门。好。行动。过来。哎，你好，不好意思啊，还是我。我手电应该是落你们家了，哎，就在那个燃气表的橱柜里啊。啊。等会儿啊。啊，谢谢啊。袁亮，你说了吧？啊，你从外地找来的那几个小兄弟都招了，是你让他们用网上买来的血浆假装受伤诬陷警察，也是你带人冒充政府的工作人员，想要强拆刘仁广的家，还把人打伤了，是吗？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你这是黑社会行为，扫黑除恶说的就是你。你们说是就是啊，有证据吗？就凭那几个小子几句话，就想定我的罪啊？袁亮，山北市人，刑满释放人员，对吧？既然都知道我坐过牢，就不用吓唬了。对呀，你都坐过牢了，这程序你都很熟吧？不用我多说了，你就老老实实交代吧。怎么，敢做不敢当啊？激将法，可惜老子不吃你们这套。哼！袁亮，我跟你说实话啊，就我们掌握的证据，你已经涉嫌黑社会性质的犯罪行为，这种行为是要判重刑的，你知道吗？哎，这次再进去，你自己觉得你多少年以后才能出来？还吓唬我？真不是吓唬你，我们啊是想给你个机会。相信你也很清楚，这个主犯跟从犯这个定罪量刑差的可有点远啊，所以你还是考虑清楚吧。说吧，幕后指使你的人是谁？目的是什么？没谁，你们要有证据啊，就拿出来。你要证据是吧？好啊。
我们查了你的个人银行转账记录，上个月有一笔100万的资金转入到你的账户，你告诉我，这笔钱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要证据吗？咱们的目的是要挖出他背后的指使人，这小子肯定知道，所以死扛着。虽然这100万是盛江房地产公司转给袁大头的，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跟赵大坤有关。盛江房地产的法人是周燕，他会不会知道这里面的事情？请来问问不就知道了。亮亮，妈妈回来了。哟，燕儿，你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早啊？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今天怎么那么早下班了？我们单位今天也没什么事儿。儿子呢？孩子去同学家玩了，不回来吃晚饭了。你做什么吃的呢？正好我饿了。嗨，我不知道你回来，我打算热点剩菜。我给你煮碗热面吧，好吧？终于能享你的福了，谢谢啊！我去卸妆啊。好。谁呀？来了。哟，张队长，你有事儿啊？我们找嫂子有点事儿，她在吗？刚回来。张队，我方便问什么事儿吗？这个是不是跟赵大坤有关系？葛 Sir， 别问了。我明白了。燕儿，哎，张队找你。张队怎么来了？嫂子，有个案子想请你回去协助调查。老葛，燕儿，积极配合，把知道的全都说出来。别紧张，我陪你一起去。好。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是前几天发现账面上少了100万，我这打电话问财务了，他说是给那个客户的回扣。100万，这么轻松的转出去了？一个公司的财务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利？盛江房地产的最大的股东还是赵大坤，这公司上上下下都是跟他很多年的人。就我这个总经理叫的好听，其实有的时候说话根本没有用啊。可盛江房地产在向袁大头提供资金，从事黑社会性质的违法犯罪活动。你是盛江的法人，如果连你都说不清楚，可是要担法律责任的。赵大坤当时让我当这个法人，我还真以为是凭我的本事呢。可晨曦提醒过我很多次，听不进去啊我。我现在明白了，他只是想让我当替罪羊啊。赵大坤和袁大头之间的交易涉嫌违法，我相信你没有参与，但是得有证据，证明你和他们之间的违法活动没有关系。证据？录音行吗？最近大半年，赵大坤有些做法我吃不准，有时候怕忘了，所以就会录音，
主要我也怕项目上出了问题，我到时候说不清楚。但是我不知道这些录音对你们来说能不能找到那些证据。没关系，交给我们就好。好。哥所，陈所长，叫我老葛就行了。我想，周院的情况严重吗？不能说就算了，没事。我们初步怀疑赵大坤利用盛江的账户给袁大头提供资金，从事涉黑活动。涉黑。而周燕是盛江的法人，在事情没调查清楚之前，我们需要他配合我们调查取证。我明白。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只是周燕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不会和赵大坤这种人同流合污的。我明白，他也在尽力的配合我们调查，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的。谢谢。陈总，回来了。这些是从周燕提供的录音里整理出来的，足以证明盛江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赵大坤。有很多关于盛江资金往来的决策都是赵大坤定的。这些录音如果真的能够作为指控赵大坤的证据，对周燕很重要。陈所，我觉得这个消息是不是可以告诉葛所长了？这几天他肯定吃不好睡不好的。再等等吧，等我们拿下袁大头再说。行。周燕说，盛江的财务夏立明跟赵大坤是亲信，这个人一定会知道这100万的情况。你把他带来审一审。好。哎，老周，你回来了。回来了。情况怎么样？都搞清楚了。袁大头坐过8年牢，出来后就一直给人看场子。2年前跟老婆离了婚，有一个女儿，他老婆刚刚被查出来肝癌晚期。我找到了当年跟他一起入狱的同伙刘大块，并且录了他以及他老婆的视频。这个消息很重要，应该是个突破口。那我现在就去会会他。好。这照片上是你老婆跟女儿吧？我跟我老婆离婚了，我跟她没关系。离婚了，没关系，那还定期给她汇款？给孩子的抚养费不行啊？抚养费不用那么多吧？我愿意给多少给多少，管得着吗你？你前妻得癌症了，你知道吗？是肝癌晚期。